这是一个你今天不该飞无人机的地方。那天我刻意绕开了城市，把无人机升了起来。原本只是想看一看海上的一艘货轮，镜头推远的时候，画面里却出现了另一种船，一艘军舰。今天的挪威，这样的画面几乎不可能再被记录。无人机在这种区域起飞，通常意味着旅行立刻结束，而这是在规则还没有收紧之前，无意间留下的一段影像。我们现在就在纳尔维克附近，然后这一次还是开车进入罗弗敦群岛。眼前的这座小城，我们此刻在的湖边是纳尔维克，这里曾在1940年见证过挪威唯一一场战役。如今站在宁静的湖畔，不禁感慨，和平真是一种珍贵的幸福。就在这片看似平静的水面旁，我突然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夏天，那是我第一次与罗弗敦相遇。夏日的初见，午夜的太阳，让整个天空都停驻在金色的奇观里，新鲜而震撼。第二次是在冬季，熟悉却又变得陌生。极光在夜空中缓缓展开，每一次出现都像在提醒你，人类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。而夏天会周而复始，才有了这第三次的回归。像一些注定要重逢的地方，总会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再次出现。这是我第3次来到这个美得无法用语言完整描述的地方。每一次，我都以为自己已经看过它的全部模样，而每一次回来，都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依旧浅薄。于是我决定用这一次的故事，用这些镜头，把罗弗敦群岛再次记录下来，分享给你们。这一次还是开车进入罗弗敦群岛，大概4个小时。然后几乎每一次进入群岛，我都是从纳尔维克出发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我们沿着E10公路一路向西，这是进入罗弗敦群岛的主干道，也是贯穿整个群岛的生命线。道路宽阔平整，驾驶体验很好。6月的北极圈，一边已是泛绿的山坡，另一边仍覆着残雪，好像夏天尚未走到终点，冬天也没有完全离开。很快我们就看到了眼前的这座桥，跨过它就正式进入了北群岛地带，也意味着罗弗敦的开始。这条线我已经走过2次，但随着每一次的熟悉，都会增加一点小变化。我们进岛之后，本来是打算直接去民宿的，但看到眼前熟悉的沙滩，我还是忍不住在这里先停了下来。还有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，就可以到达我们订的小渔屋那里。这里不是热门景点，很平静，就像电影的第一幕，也是整个旅途的序幕。罗弗敦从来不会一开始就给你全部，他不急着展示自己，所以他会先用安静开头，再让你慢慢看到他的神秘。这次我们也订了 Rorbo， 挪威典型的渔屋，过去是渔民临时歇脚的地方。很多人会选择住在雷纳，但我把据点放在罗弗敦的中部 Bostad。它在群岛的正中央，开车2个小时以内就能到达任何地方。木屋紧贴海岸，窗外是随着潮水轻轻摇晃的渔船。这就是我们订的小渔屋，这里进去。整个楼，还是我们的吃的，这里还不错哦。对我来说，选民宿不是随意的决定，而是整个路线的一部分。这样安静又便利的据点，才
才能让接下来的行程保持松弛。我们周边并没有大型商业，但开车只要15分钟便能到达最近的小镇，那边有超市可以采购。我们在这里住了4晚，时间显得从容。每天傍晚回来前都会顺便买好食材，这样的安排不轰动，却能让旅途持续舒适。正巧这时我们的小伙伴好像发现了宝藏，他们准备要去招海胆。不是，他单纯是馋。哎，他把海星吃走了。在哪里？那儿粉色的，看见没？还是那儿，还有那儿一堆呢。哎，干什么呢？你以为在水里那么好弄啊？马上成功了。哇！哎，好。哎呦，我成功了，往回拉。加油！哇！你收着点儿，他一会儿那什么，再跟你说。哇，它动了！啊？它刚才转圈了一下。哦，还真是，它在动呢。哎，它要跑走了，你看看。还能跑啊？你看，它刚才，你看它在挪地儿。哦，它动了。确实。太残忍了。喷家不行。太喜欢了。没纸啊，反正。你们家都有切我的。啊。弄住。开盲盒了。对，得清理。那个是籽吗？啊，我太坏了。它这是什么性腺？生殖腺。啊，你录我啊！一会儿我就告诉你这是吃的，然后给喂给张文军吃。那你怎么做到自嗨的？因为你刚才真的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别扒它了，我就得把它解剖了，我就是想把它弄。夏天的波斯坦的夜晚尤其迷人，午夜的太阳从窗外斜照进来，这是一种浅浅的金色时刻。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，真正的节奏这时候不是秒针，而是潮水正在轻轻地敲打码头。清晨，我们的行程依旧松弛，不急不忙。每到夏天或冬天，岛上总会聚满摄影师。凭着几次往返的经验，我也整理出了一些值得停下脚步的地方。接下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走。首先，在我们的东部有一个特别的足球场，它建在海边，有小镇的居民听取孩子们的心愿，大家一起填海修成。但是这个球场就是你站在上面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特点，拿无人机航拍，你才能体会到它的孤独感。但不要只来足球场而错过了重点。这里是霍宁斯威尔，一座被海鸥包围的小镇，潮水敲着岸边的咖啡馆，你随便坐下就能虚度一个下午。小镇的节奏本来就是应该要被这样浪费的。就像我说的，意识是贯穿整个罗弗敦群岛的主要公路，多数人都会一直沿着意识走，而我更喜欢在这里绕入 FV815。这条路本地人熟悉，却很少有人提起。它贴着海岸走，风景完全换了一种调子。这种小小的岔路才是我最想分享给大家的，因为一次好的旅行不只是打卡，而是应该被深入设计过的节奏。你说是不是应该避开意识走 FV815？对。不要走重复路线，不走回头路。我们那这条路叫什么 ？F181路。现在我们开始过这个2个桥，每次看都是这么酷啊！继续向西1小时，就是2座著名的跨岛桥。夏天这里经常有骑行者经过，桥并不大，却像一条银色的弧线，把破碎的岛屿缝合在一起。
天风大，风超大。哎，啊，这怎么有一股斜风过来？纵使大家照片拍得再漂亮，也不及站在这里眼睛看到1/10的美，更远远不及这些桥的本意。可知道罗弗敦的许多桥都是为了渔业跟孩子们上学而修建的，风景只是副产品，生活才是本意。镜头之外的美，你又如何拍得下来？还写着遭遇强风了。过了桥就是明信片里的经典 Hamnoi 这座桥，来拍这个封面照片。在这里站在这个桥上，然后从这个桥上下来，可以拍到这边封面图的地方。这里大概是所有摄影师的必修课。红色渔屋、渔港，背后高耸的山峰，几乎人人都有类似的照片。经典不是坏事，你站在桥上会发现它没有骗人，镜头之外的真切比修过的图更加打动人。虽然你脚下是 Hamnoi， 但镜头指向的其实是雷纳。没有人来罗弗敦想错过雷纳镇，但很多人都到此为止。而真正的雷纳是在雷纳山的山顶，这座山我也是第一次攀登。我们把车停在了那边的一个免费停车场，然后那边是雷纳小镇，小镇里有收费停车场，但是比较远，那个就是入口。我们今天就这一个项目是吧？对。雷纳山被称作罗弗敦的天台，几年前这里还是原始山路，如今修了台阶，但依旧陡峭。我说你的狗快溜我！我们现在已经爬了1/8了，不高。如果你不怕错过晚饭，下午5点以后再爬，那个时候游客很少，午夜太阳会把整个峡湾镀上一层金色。这段山路大概修了2000节台阶，每隔一段就会有牌子提醒你已经走了多少。700了。走到一半的时候回头，脚下的台阶像挂在空中，没有护栏，原始而陡峭。这往下走也太陡了，我看着都恐怖。是吗？风从峡湾里灌上来，这一刻我在想，待会儿要怎么下去。对于恐高的人来说，这不是一条轻松的路，没有护栏，看着特别吓人。太变态了，这上面。站在山顶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渔村、峡湾、山峰像拼图一样铺展开来。那一刻，所有之前的疲惫都变成了礼物，除了风更大了。罗弗敦并不需要你去征服，它只要你走到这里，抬头或者低头，就能让你沉默不语。风吹过的汗水，相机快门的声音，这些真实平凡的小瞬间，都把壮阔的风景变得开始有人情味儿了。稍等我一下哦。雷纳往东南不远，就是那个全世界名字最短的小镇 A， 也叫奥镇。又到了这个罗弗敦群岛尽头的小镇奥镇，但其实我知道这里不是尽头啊，因为在这个的还可以坐轮渡到达另外2个小岛。镇上有一家邮局博物馆，我每次来的时候都想进去，却总是关着门。这是一个博物馆，这就是冬天它没有开门，去年。对，但那上面有个也是个邮局。这一次却意外发现它开门了。我推门进去的时候，竟然会有点兴奋。
耶！ I have to go home now. It's almost dinner time. Thank you for coming along on the tour. 1902年的旧照片 ，Tromsø， 特罗姆瑟港。这里虽然开着门，但是没有人。走了，溜了。奥镇就在雷纳的旁边，但如果说雷纳是罗弗敦群岛的正面，那么我接下来要去这个海滩，就是它的背影。 堆成小爱心的石头镇，这是一个常被评为世界最美海滩的地方，尤其在落日时分，海浪在光影中闪烁，岩石像无声的观众，陪伴你看夏天并不存在的日落。站在这里，我突然想到我们刚来时那个沙滩，那个时候我说平静只是开端，而现在也明白了，平静也是结尾。 当我再次站在无人机的屏幕前，看着镜头缓缓升起，把群岛的全貌展现出来时，我突然想起第一次来这里时的心情，也是夏天，那是一种震撼；而第3次来的感受，却更像是一种释怀。我知道这个世界太大，不可能完全走遍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重复才有了意义。我不再急着填满地图上的空白，我只希望能一次一次的重逢，哪怕只是多了解它一点点。 旅行从来不是征服，而是与世界的对话，而罗弗敦就是那种你永远想要再回来的地方。